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相信很多玩美卡的小伙伴都遇到过需要提交地址证明的时候比如说我之前做过很多教程，申请美国的银行卡和信用卡所有的这些申请在提交申请表格之后，一般都是需要我们上传证明文件这些证明文件主要是有护照，然后 ITN， 还有就是美国的地址证明既然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相信护照还有 ITN 大家都是必备的，都是有的，不然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申请的但是美国的地址证明相信是很多小伙伴最头疼的一个事情了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美国地址证明如何去获取目前一共是有3种方法获取地址证明，相信总有一种适合大家的。那我们开始吧。要获得美国地址证明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美国私人地址的申请教程虽然说通过我的方法可以顺利的申请到美国的私人地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向我们租借的地址要求地址证明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文件来证明这些文件上面一定要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地址。那么哪些文件可以作为美国的地址证明呢首先最常见的地址证明的文件是水电煤气或者说电话账单能够提供这些文件就表示我能够收到这些社会公共部门发过来的账单，我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居住其次就是政府部门的文件比如说这个税单或者说是驾照最后就是银行的对账单个别地方也支持券商的对账单首先我们来看水电煤气和电话账单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些美国数字移民来说是最难的为什么说是最难的呢因为我们根本不在这里居住，根本不可能会有水电煤气有的小伙伴问我能不能用配购卡或者说 T-Mobile 卡的账单作为地址证明呢很遗憾是不能的，因为我们国内能够订购到的手机卡都是预付费卡，它不是实名的这也就意味着账单上面根本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其次我们也可以考虑用银行的对账单，或者说是信用卡的对账单，或者说其他金融机构的对账单来作为地址证明这个相对于水电煤气账单会简单一点如果说我们有美国任意一家银行的账户，或者说美国的信用卡我们就可以把银行账户的邮寄地址修改为我们想要做地址证明的这个地址那么如何去开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呢？方法有很多，我之前做过很多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来查看这些教程大概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申请去年我介绍过很多可以自己动手申请的网络银行，比如说像 Enron、Stable， 比如说像 Passbook不幸的是在经历了今年年初的银行业危机之后这些网络银行都死掉了。目前可以网申的银行也还有，比如说Capital One， 比如说富达现金管理账户，比如说美国运通的支票账户这些银行我都有开户教程，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网申银行必须要有地址证明，如果说没有地址证明就没有办法申请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不能申请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就没有办法拿到地址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代理的渠道来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通过代理渠道申请开户不需要美国的地址证明，也不需要 ITN， 只需要提供我们的护照就可以申请成功我之前也介绍过3家可以代理远程开户的美国银行账户他们是 BOA 美国银行、美国花旗银行还有 Access 美国银行这3家银行目前我这边的渠道都还是可以顺利的开通的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办理。我们在有了美国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之后，获取地址证明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只需要在银行的网银里面把邮寄地址改成我们想要申请的地址证明的地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下一个月我们收到银行账单的时候就会发现账单地址就会变成我们改好的邮寄地址当然如果说一定要实体的纸质版的账单，我们还需要再进行一个操作现在大部分的银行默认的都是电子账单即使我们邮寄地址改好了之后，银行也可能不会给我们去发实体的账单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主动的联系一下银行的客服，
要求银行邮寄我们最新1个月的纸质的账单到我们的美国地址。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美国的券商账户，比如说嘉信理财，或者说富达基金，或者说盈透证券的话，也可以把地址改成美国地址。这样的话再出账单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国地址的账单了，可以作为地址证明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大家在修改券商地址的时候，注意要修改的是邮寄地址，而不是家庭地址。因为家庭地址关系到我们的税务身份，改成美国的话，就会按照美国人的税率扣税。邮寄地址则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最后是用政府文件来作为地址证明，这个其实也是最简单的方式。有的小伙伴会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我在中国怎么可能会有美国政府的文件呢？其实只要我们有 ITN，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ITN 确认信来作为地址证明文件了。因为这个信上面会有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地址。但是前提是我们在申请 ITN 的时候一定要填写自己的美国地址，不然是没有办法收到 IRS 美国国税局的 ITN 的信件的，就是这封信件。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的 ITN 都是通过 IRS 认证过的会计师申请的。在申请 ITN 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提供美国地址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在收到 ITN 的时候，就会发现上面的地址是会计师的办公室地址，这样是无法作为地址证明的。我们必须在申请 ITN 的时候提供自己的美国私人地址才可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收到 ITN 的实体信件，就可以用这个信件来作为地址证明啦。但是有的小伙伴说，如果我已经申请好了 ITN， 并且上面没有我的地址，那还有补救的方法吗？当然有，其实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地址去申请一个 EIN， 也就是美国联邦税号。美国联邦税号是美国公司用来报税的身份证明。可能大家又会觉得我扯淡了，我现在没有美国的公司，我怎么可能会有资格来申请 EIN 呢？其实美国的 EIN 是可以支持个人身份申请的，而且是非美国身份也可以申请。以个人名义申请的 EIN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个体户了。我们可以在申请填写资料的时候，公司名字就填写我们自己的名字，地址就填写我们需要的地址证明这个地址。关于如何去申请 EIN，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想要省事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代理申请，因为 EIN 是美国国税局 IRS 颁布的，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政府文件，是完全可以作为地址证明的。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是一个刚刚接触美国金融的小白，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没有美国的私人地址，那么我最推荐的方法就是通过第3种方法，也就是通过 ITN 或者 EIN 来申请地址证明。首先我们要申请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申请完地址之后，我们再去用这个地址和自己的名字去申请美国的 EIN。等我们拿到 EIN 的确认信，也就是147C 之后，这个信件上面就会有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申请时候填写的地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美国地址证明。同样的 ITN 确认信 CP565 也是可以如此操作的。不同的是 EIN 的申请成本非常低，$100以内就可以搞定。相对而言 ITN 的成本就高很多了。但是 ITN 可以用来申请个人的银行账户，而 EIN 是不可以的。拿到这个地址证明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也可以完全的应付网申银行账户要求地址证明的情况了。以上就是本期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方法，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